哎，如果你是做零售业的，我猜你一定很常靠感觉做决定，对吧？像是，这个商品感觉会大卖，或者是这个折扣活动肯定行啊。这就是所谓的直觉，是多年经验累积下来的宝贵资产。不过，如果今天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的判断力更上一层楼，变得更精准呢？好，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这个。怎么从纯靠直觉进化到拥抱大数据的时代？ OK，我们今天会这样走。首先，我们会聊聊观念上的转变，也就是从经验到数据。接着，我会给你一套超实用的数据炼金四部曲。再来，我们会很实际的来看看 AI 工具跟成本分析到底要花多少钱。最后，分享3个成功的关键心法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开始。好，第一部分，我们先来打好基础。我们要谈的就是从经验到数据，这不只是换个工具而已哦，这是一种思考模式的根本转变。所以，让我们先来问自己一个很核心的问题，我相信这也是每个老板、每个经营者每天都在面对的，就是当你在做一个关键决策的时候，你是更相信自己脑中多年的直觉，还是更愿意相信那些藏在报表里冷冰冰的数据跟事实呢？你看，这两边的差别真的很大。左边是我们很熟悉的经验驱动，靠的是直觉，靠的是感受，很多时候是事情发生了我们才反应。但右边，也就是数据驱动的未来，是我们可以从资料里找到规律，甚至做出预测，让我们可以主动出击。那我们一直讲大数据，它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它不只是很多资料这么简单，学界通常会用5个 V 来定义它。Volume 指的是资料量非常非常大 ，Velocity 是说资料产生的速度超级快，即时性的 ，Variety 是资料的种类很多元，有数字、文字，甚至还有图片、影像。最后 ，Veracity 跟 Value 就是说资料必须是真的，而且能从中提炼出价值。搞懂这5个 V，你就能抓住零售业的下一个机会。好了，观念我们都懂了，那所以到底要怎么做？来，接下来这个部分就是今天的重头戏，我把它叫做数据炼金4部曲。这是一份实战蓝图，教你怎么把那些看起来杂乱无章的原始资料，一步一步变成真正的黄金。好，这整个过程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场数据炼金术。第一步，我们要收集，就像是去挖那个最原始的矿石。再来，第2步，处理，把矿石里的杂质清掉，提炼出来。第3步，也是最关键的，用 AI 来分析，从里面找出真正的黄金。最后一步，当然就是要把黄金呈现出来，打造成可以实际指导我们行动的宝藏。听起来很酷，对吧？来，我们一个一个步骤拆开来看。第一步，说真的，超级简单，但也超级关键，就是一句话：先把资料留下来。不管是什么 POS 机的交易记录啊，会员的基本资料啊，全部都先存到一个地方就对了。所以你在这个阶段的任务很单纯，把纸本的东西数位化，然后全部集中丢到一个我们叫做资料湖的地方。你不用担心技术，现在有很多云端储存工具，像是 Amazon S3 或 Google Cloud Storage， 都让这件事变得非常容易。而且最棒的是什么？踏出这第一步，成本其实非常非常低。云端储存就很像是你家的水电费一样，用多少算多少，完全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门槛。好的，现在你手上有一堆原始的矿石了，下一步呢？当然就是把它弄干净嘛，因为刚收集来的原始资料通常都很乱，里面可能会有错字啊，有漏掉的栏位啊，这些我们都得先处理好。
在这个阶段，我们就需要一些比较强大的处理工具了。你可以这样想 ，Hadoop 就像是传统的货运火车，它跑得比较慢，但是一次可以载超级多的货，很适合处理那种历史性的海量资料。而 Spark 呢，就像是高铁，速度飞快，特别适合需要及时反应的分析场景。那当然要跑得快，成本就会开始往上走。这接单的费用主要看你需要的运算能力有多强。Spark 因为速度快，但它吃的是比较昂贵的记忆体资源，所以费用会比 Hadoop 来得高一些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喽！当你的资料变得干净又整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用 AI 和机械学习的魔法来挖掘那些藏在里面的秘密规律跟商业洞见。你真的可以做到很多很神奇的事哦，比如说找出哪些商品客人会一起买，就是那个经典的啤酒与尿布的例子。或是你还可以预测哪需客人可能快要跑掉了，我们得赶快去关心他。现在像 Google 的 BigQuery 或 Amazon 的 SageMaker 这种平台，就是帮你打造这些预测模型的超级军火库。这边的成本就非常有弹性了。如果你只是做一些简单的分析，那可能很便宜。但如果你想要训练一个很复杂的 AI 模型，可能就需要用到像 GPU 这种比较贵的特殊资源，那成本自然就会拉得很高。最后一步，也是最直接影响到你团队的一步，就是我们要把前面那些很复杂的分析结果变成大家看得懂，而且可以马上拿来做决策的东西。这时候，视觉化工具就登场了。像是 Power BI 或 Tableau， 它们可以帮你把冰冷的数字变成一目了然的图表、仪表板，让你的数据好像活了起来一样。而且这一步的门槛也不高，很多好用的工具，像 Power BI， 通常都是采月费订阅制，一个使用者一个月可能就几百块台币，算是相当划算的投资。好的，我们刚刚一路聊下来，谈了很多流程，很多工具，你可能会觉得哇，好像有点复杂。先别担心，接下来这张表就是帮你把所有关键资讯全部整理在一起，让你一看就懂。你看这张总结表是不是超实用？它很清楚地把收集、处理、分析、呈现这4个阶段，各自需要什么，推荐用什么工具，还有大概要花多少钱都列出来了。你甚至可以把这张表截图下来，当做你公司未来准行的采购指南。不过我要提醒大家，工具跟技术永远都只是成功的一半。要让这件事真的落地，真的产生价值，你还需要正确的心态。所以最后，我想跟大家分享3个我认为最重要的成功关键。第一点，而且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拜托不要为了 AI 而 AI， 你一定要先从自己生意上最痛的那个点下手。比方说，是不是库存老是堆一堆，还是客人一直流失？其实你可能会很惊讶，很多时候你光是用 Excel 或 Power BI 做一些很基本的分析，可能80%的问题就解决了，真的。第二点，你不用什么事都自己来。如果你公司内部没有资料科学家，没关系，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外部的顾问公司，或是现成的软体服务可以用。先借助外部的资源，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起步方式。最后，也是最根本的一点，数据的品质决定了你 AI 的品质。你必须要建立一套管理数据的规则，也就是所谓的数据治理。因为你一定要记得一句话：垃圾进，垃圾出。只有高品质的干净数据，才能帮你产出真正有价值的洞察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很多。最后，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一下，回头看看你自己的生意，在你每天的销售记录里，或是在你的客户名单当中，你觉得你的第一桶数据黄金到底藏在哪里，正等着你去发现呢？